开一台全中国第一台能正式上路的韩国电动性能车，随机邀请路人上车是一种什么样的神仙体验 ？Hello， 大家好，我是堂主。前段时间我在成都车展现场，韩国现代 IONIQ 5N 正式上市，最终价格定在了38.88万，比之前的预售价又低了1万多。要知道5N 在韩国本土都要卖到人民币41万，在欧洲等海外市场更是要卖到50-60万。中国大陆市场已经是现代5N在全球卖的最便宜的单一市场，以至于韩国网友都酸了。不过相比于优惠的这1万多，我作为订车车主，现代推出的24期零利率贷款的活动，还有置换增购的政策，显然对我更有吸引力。因为我今年赛车烧了太多钱了，如果没有那种零利率的贷款，我真的提不动这个车了。而我这回之所以来成都呢，当然不仅仅只是来看看发布会这么简单了，而是现代 N 弄来了国内第一台能正式上路的5N，邀请我做全中国第一个能把它正式开上路的博主，请大家把牌面打在公屏上。在正式上路之前呢，还是要照例不能免俗的要先给它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因为有很多新朋友可能会看这期节目。那这是一台现代的 IONIQ 5N 中国版，目前已经上市了，价格是38万8800，前后双电机，全时4驱，最大马力609匹。但是它的609匹只是它的常规的动力，如果它摁一下它的车内方盘上面那个 NGS 的话，它能够瞬间达到650匹的马力。然后它的扭矩呢是770牛米。其实这个数据啊，在电动车里面不算大，尤其在性能电动车里面真的不算大。但是它的魔力就是它的马力扭矩其实都不怎么出彩的情况下，在赛道里面的圈速是非常非常快的。这其实就是源于它身上的一些机械素质。有哪些是它独门的绝技呢？它底盘特别好，在纽北调的，底下呢是现代 N 部门根据多年的赛事经验做的底盘。避震的软硬什么的调的都特别合适，还有 IDA 一体式驱动桥，而且还有原装的 LSD。然后呢，它的电控系统特别宽容，它的 ESP 可以关得非常的彻底。然后它前后的轮胎非常的宽，它前后都是275/35/21的 P0 PZ5 Electra 轮胎，275的宽度就让这个车在弯里面的抓地力非常的爆炸。另外就是它刹车。在纽北能开2圈，在上赛我亲自测的能开8圈，非常的恐怖啊！当然不仅仅是它刹车的功劳，还有一个最厉害的就是它动能回收可以达到0.6个 G， 这是很多的电动车根本就做不到的事情啊！因为有了这个动能回收0.6个 G 的反作用力，所以给它刹车能减轻很多的负担。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刹车能扛住这台2.2吨的电车，在纽北那样的赛道2圈。在上赛那样的赛道8圈。肯定很多人很好奇，这个车日常开起来到底怎么样？跟我的小米苏7比起来，日常驾驶起来有什么区别？首先，这是一台 SUV， 它天然的坐姿就会比轿车要高一些，然后视野相对也更通透一些。然后其次呢，是这个车的内饰的氛围。跟小米苏7其实不太一样，小米苏7其实科技范儿会更多一些。小米苏7的内饰呢，会更像一个传统的一个电车，跟特斯拉时代就一以贯之的那个设计风格一样，就是中间这里有个很大的大屏。但这个车呢，它的整个内饰，它更像一个传统的车，简单来说，更像现代 N 时期的油车。空间什么的就更不用说了，这是个 SUV 兄弟。虽然我其实一度不太明白为什么现代 N 要做一个 SUV 的性能车。如果5N它是用轿车来做一个性能车的话，它的性能会更加的爆炸。但它就是用一个 SUV 来做一个性能车，而且关键是它还打败了很多轿车的大马力电车，很离谱。这车开起来就是那种很有驾驶乐趣，但是又适合日常驾驶的这么一个车。还有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车配置很低，其实不是，这个车配置其实很高。它的宣传的重点其实都是在运动性上，但是它并没有忽视那些舒适性的配置，比如说什么自动驾驶的那套东西，其实它都有，只是在以往的宣传中它不提而已。今天呢，除了路上的简单试驾之外呢，我们还要干一个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我们会去成都的大街上面随机抓一些愿意配合我们一块儿来体验这个车的一些路人，看一看这个车在其他的一些路人眼中，它坐起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然后我们保证，我们抓取的人绝对不是演员啊，一定是路上现抓的，好吧？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会遇到什么有意思的人吧。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车展现场附近，但是说实话，让我现场去拉人，会稍微的有一点点，怎么说呢？有一点点社死。抓人这种丢人现的事情就你俩干。在等着。哪儿啊？这第三个人，老乡啊！太牛逼了！哎，你好，哇，太牛逼了！这两个人，太牛逼，太牛逼！老马小会上，走，太不容易了。愉快的 N 之旅，感受一下纯电性能车。你是堂主本人是吧？对。哦，我看过你的那个小米的视频。哦，遇到粉丝了。哦，也不算粉丝吧。就是我那个视频确实就是可能流传量比较大吧。就反正不是什么好事儿，拜拜。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哦，这个声浪是模拟出来的。对，它有3种声浪，一种现代的 2.0T 的声浪，一种 V8 的声浪，还有一种是飞机的声浪。引擎的吗？对，可以试一下，一会儿看一下啊。推背感强，有点刺激，主要是离前面那个车会更快速的相近。你坐前面，你觉得更吓人？对，我感觉离这个白车越来越近，有种在玩那个极品飞车。但是我一般选择撞上去。还好，有很刺激，而且这个声浪很听着很舒服。而且它现在只有26的电，肯定没有满电更快。专业，因为我开的也是电车。专业，我低于30的时候就有点提不上力了。我靠！推背感好强啊！多少了？刚到了。我靠！而且这个车，你想什么变道什么的，非常轻松就变过了。就是它怎么说呢？这种驾驶。在我们看来都是一个非常对非常简单的事情。麋鹿测试可以说一下要变道了，因为刚刚突然一个左转，但是这个同椅它保护得很好，对，它没有让我很倾斜。我再左拐一下啊。OK， 有水，没事，有水也没事。哦，这个安全带勒到我的肩膀的骨头。你后面没有同椅，我这个真的，他自己都能把我给拦住。伤心了。哎呦，我果然是今天最幸运的人。你就是他的 ESP 很聪明，你完全不用担心说有水就会失控什么的，不用担心。太刺激了，已经赶上坐那个大摆锤了。这个车它其实除了日常驾驶功能之外，它其实更大的一个卖点是它可以当做一个玩具车，就是它真的很好玩，而且它转向手感特别像宝马。它左满多是几圈？1圈半还是1圈多一点点？哦，那可以，这就没了。我还是比较喜欢1圈的，有种换挡的感觉。对，这个是换挡的那个感觉。如果是它纯电的那个感觉，它会更快。我们刚才在路上这么着，大脚油门，大脚刹车，大脚油门，大脚刹车，但你看它的那个电机温度、电池温度，你看还是非常的低。因为它的散热做特别好，这个是很多的电动车公司做不了的。它光前面的机舱里面就有我肉眼能看到的就有3个散热器。所以我刚才跟你们说，我说这个车它真正的卖点，你让我用3、2句话说，我说不出来的。我必须得带你体验完了之后，然后我再告诉你啊，它的哪些地方强化，哪些地方好。这个车要是拿给张弛去跑8音布鲁克，会不会更快？我们车在这儿，好，谢谢，体验了一把，应该玩的还是挺嗨的啊。确实嗨吗？加速很爽。有机会你们可以去
这个现代 N 的门店去试，他们会在国内开很多的那种门店，然后如果你们去网上申请，你们可以开这个车下赛道。我们没有赛道的驾驶。没有驾驶体验的话，他们有专门的教练可以让你坐副驾，他带你去体验，也是可以的。你好，堂主。我的天，认出来我了。我老远看见这个车了。我刚才遍地去找那个粉丝来体验这个车，我还为此发了。我们看就在里面逛了，然后找到了这3个朋友。看一下内饰可以吗？看看可以看，随便看。堂主带你体验一下，随便看。零百加速。你想坐吗？我带你们去体验一下。你体不体验嘛？体不体验？体不体验嘛？要走吧，体验一下。走。一定要体验。第2步，中国第1台能上路的。他刚刚走到哪里去再说。真的，这是全中国第1台能上路的5N。那我们OK，特别感谢你们，谢谢。拍一张照片不过分吧？不过分。哎呀，马上配合你。OK， 马上发给他们看一下。把安全带系一下，后排那把安全带系一下。它这个是模拟声吗？对，模拟。哇，你研究过这个车？研究过呀，这个它这个就是防那种衰减做得很好。对，我在上赛真的刷了8圈，就我自己刷的。其他电车可能就跑1圈2圈。对，其实一个电车如果能保证在上赛能全功率输出1圈，就已经非常强了啊。对，所以它对于卖点的解释成本是非常高的。我操！来吧！哇！我都没想到，在第1波网友体验之后，居然还能再巧遇一波网友。跟这波网友的聊天也非常的愉快。可惜当天我着急赶飞机回北京，不然多拉几波网友，跟不同的朋友天南海北的侃大山，多是一件美事。如果大家喜欢这样的聊天节目，可以把你们的意见打在公屏上，以后我还可以接着安排。从我们这回拉路人体验的过程中，你就可以看出来，这台5N的卖点单说出来你会觉得平平无奇，但是只要你有机会能体验，我打包票大多数人一定会爱上它。如果有一个车手能带你激烈驾驶，你更可以一眼直观的发现它跟那些伪性能电动车的不同。连爽文男主雷总开小米速7发布会提到去征服纽北，都专门 Q 了一下现代 IONIQ 5N。现在也是最近比较火的一款现代的5N，这是他们的成绩。别的就啥也不说了，我就等着我的5N了，到时候带着它周游全国赛道，撕开一众伪性能车的脸。那所以本期的堂主聊车就到这里结束了。那我是堂主，期待我提车之后的视频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